欢迎回到少康战情室的现场，我们来关心一下金华城案的进度啊。今天呢，高院呢确定驳回沈庆金的羁押的抗告啊。请求停押，虽然说他的病情非常的严峻啊，律师是这样的主张，但是呢，要求停押呢已经被高院驳回了啊，而且这个案子呢就已经不能够再抗告了啊。应小薇的延押呢确定哈，他认为说他的犯罪嫌疑重大，而且具有逃亡能力，由于证人呢勾串之余，所以他的继续来延押2个月哈。这是应小薇的部分，然后彭正生的部分呢，检方呢申请延押呢，今天会开庭啊。看前面的这个大概继续延押的可能性应该是大的哈，因为应小薇他不是说还是有串证之余吗？那彭正生恐怕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啊。现在这个案子呢，冒出来一个人呢，就是也被热炒了非常多天的，就是橘子啊，徐芷瑜，他目前呢还滞留在日本啊。现在有媒体的消息是说呢，他人呢到了大阪，而且呢是住在呢大阪一个非常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边缘的地区，叫做爱林地区啊，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许多社会的边缘人都住在这个地方。之所以要隐身在爱林地区，就是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嘛，哈，应该是要借由这样子的区域的就居住呢，来就是增加它的这个隐匿性啦。不过也有一个消息说，在被了解到他的居住的地方跟范围之后呢，他已经跑掉了，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是，当我们的检方呢已经对他正式发布通缉的时候呢，有没有可能跟日本方面呢进一步合作？他有没有可能呢被遣返？哈，这个议员了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黄敬平呢，他是讲到说，橘子不回来害死柯文哲了哈。如果说他是清白的话，为什么不回来呢？哈，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状况呢，都要橘子呢回来澄清了哈。好，我们另外呢再看到就是民众党在周末的时候啊。在周末的时候呢，也为柯文哲呢举行了一个声援造势啊。在这个声援造势的这个过程之中呢，黄国昌呢也讲了很多很感性的话哈。可是呢，随着这个案情的这个进展，包括就是周刊还有绿媒的人呢，就讲出了更多的哈，过去呢没有听闻的事情，比如说哈，像是这个邱佩玲，她现在是基隆的副市长哈，原来她在东森媒体集团嘛哈，然后说她是在这里面呢扮演募款大将哈，有很多柯文哲呢跟企业界的往来呢都是透过这个邱佩玲。期待你了解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些都是看图说故事的科幻小说吗？这些故事跟科幻小说不是已经从8月30号柯文哲被收手开始羁押禁见之后，每一天都有新的版本。你看，你发现你后来都翻页很快，这新闻的存活量很低很短所以你今天看到可能过几天就又不见了。包括那1500到现在都没有真相啊，那个冷钱包已经浮起来多久？说破案了，又沉下去，浮起来又。所以现在来讲，对于这些报道，我觉得他们本身要经得起考验，不要自打嘴巴。那我们在昨天办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聚会，小草我们挺身而出，因为民进党老讲现在民怨是很深的，所以在办了一个民进党政府现在搞什么鬼？我昨天在讲台的时候，往后看，人真的很多，我看不到尽头。昨天人是表示那个民怨是真的深的。那昨天我们的主轴是什么？因为是民进党政府这段时间做了太多的事情，把台湾的整个法治要破坏掉了。你看经济现在也不好。然后整个行人第一的问题也都没有解决，年轻人也买不起房子，我们至少列10项都还列不完了。他民怨真的是太多，而且太深了。那昨天我讲了一个重点好了，因为你刚才讲的都是司法的案件，柯文哲你要延押他，那表示什么？你把他收押禁见已经1个多月快2个月，你再要延押上，表示你现在到目前为止你找不到证据跟金流嘛，行不行呢？现在北检要想的是说，你又要你这个在民进党以前他们在声援陈水扁的时候，连戴清德都在讲这个是压人取供嘛，你有证据你就起诉他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点，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像赖清德那时候讲的，就是压人取供啊。那你压人取供2个月你查不到东西的，你现在又要延押一次，好，这等你这2个月后你真的有东西吗？现在全民也在看哦。
看你到时候到底拿了什么证据出来。到目前是没有的。那第二更严重的，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司法的公平而已啊。刚才讲了，你今天一堆记者赶快来找我说，哎，你是那个鸡蛋的禁果鸡蛋的调查小组的那个召集人，虽然已经被那个大法官掐死了，变成前召集人了。他们一早就来，他们说哇，终于哦，上次大搜索完农业部跟中央畜产会，今天终于三个重要，陈吉仲他们就约谈了。我就想说，哦天哪，哎，你算一下，上次大搜索到现在9月24号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月，过4天呢。第二，你再往前推，如果是以前包括施刚他们，你们是去年9月就过去按铃申告了，对不对？哎，你不止慢半拍了，你慢了好几拍了，所以根本就是打假球嘛，更加生气的。你到了今天1点多，哎，三个人讯问侦讯不到3个小时，2个多小时，3个人全部都放出去。有人讲说他是演的，我说他们连演都不演了，北检是连演都不演了，根本就不理你了。我说公平至少有2个，你看你在办柯文哲的案子，一直在飙车，然后翻车完过来以后又飙车又翻车，他还是照飙车。可是相对你看超市这个案子办的速度有多慢？比牛车还慢啊！比去年的检举，然后这次的这个搜索，到今天才约谈人又回去了。他是有2个很不公平啊。第一个，柯文哲你搜索完之后羁押禁见，对不对？那如果是相对这个案子里面超市，我跟大家讲啊，这2个案子，超市案跟柯文哲案子都是北检办的，而且是同一个检察官，还是同一个检察官。结果你在收押禁见柯文哲的时候，你超市案丢了1年多。那你到目前为止，你今天你约谈完之后，你有收押像柯文哲模式收押进这陈吉仲、收押林聪贤吗？没有，人家遣回去。第二个，你现在说为了橘子在日本，所以你要严厉这个柯文哲啊，蒙起来，超市鸡蛋里面跟这个橘子很像，人也刚好都在日本哎。之前我们在讲这个群里桥对超市的老板，最重要这个案子里面发现后来最关键的人是谁？就是他女儿，一个人分饰3角啊，他现在人也在日本啊。你通缉了橘子，你为什么没有通缉吴亦菲？这不是从柯文哲跟这个陈吉仲的对比，从橘子跟这个吴亦菲的对比，你会发现台湾这个司法太不公平了。这就是所谓的司法的公正性到底在哪里啊？所以我昨天为什么人会那么多？大家看到整个司法的公正性不见了。第二，看到民意闹声，现在才是我们政府急着要去处理，要面对的问题。现在不叫每天只有看某一些版本。我现在提醒大家一下，大家从8月30号去翻一翻周刊写的或者电视讲的。有多少证据？那个证据，每次讲什么一刀毙命，我说如果真的那个东西有一刀毙命，柯文哲不知道死了几十次了，那证据现在都变成说都是假的东西啦。所以庭委员，你觉得民众会有这种比较柯文哲案跟这个超私案的这种差异感吗？我想以政治的说法，一定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嘛。像刚刚齐凯就这么说了嘛，就是在他们的感受度最深嘛，因为他们的主席跟他们现在在谈的超私嘛，但是其实在经济委员会的时候，因为我在经济委员会对超私案我也不手软，然后我也一直要求说一定要查到底。也就是说，超私案确实让大家会有很多的疑问，因为这是人民的纳税钱，到底原因出在哪里？为什么当时候所谓的订单，你这一家公司都还没有成立之前，你订单就可以先拿到？那这个订单是谁给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利？那现在包括检调在查，监察院也在查。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检调应该要有更多的一些让人民知道一些讯息，否则这个也会反噬在执政团队身上因为这个蛋。大家就一直用蛋这样子，超市蛋，好像就把整个蛋，然后压着执政党，但并不是在整个执政的一个过程当中只有蛋这样的一个议题，但是你却被它放大了。那超市如果说你今天确实如果说还有人滞留未归在日本，那么到底这个人的关键性到底在哪里？你是不是应该赶快去做一些司法的动作？法律的行为我觉得这都必要的，而不是说你让人家有话说，有拿出来比较的空间，说为什么这个是这样子，这个是这样子。那基本上法律有法律调查的过程，也不是说我们今天说了就算，那就是有多少证据，然后办多少事。那现在当然，这个所谓陈吉仲啊、陈俊基啊、林聪贤，现在已经有被约谈。那当然，大家会认为说怎么就2个小时？可是问题是，超私它就是这么久，而且已经那么久的一个时间。
对于所有的证据资料其实很清楚，大概如果内部资料直接可以直指陈吉仲或是陈俊基或是林聪贤，我相信他们今天回不了。但是因为就是它很多是行政程序，行政程序并不是他们能够直接去做一些指导，除非他说有交条子，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直接的动作。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法院在调查当中，我们也认为司法一定要用一个公平公正的方式，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为什么不同的案子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有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一个对待，那么很容易让人民在对司法又有一段的一些质疑感或是失望感。是在这柯文哲的案子里面呢，我们看到所谓的媒体人呐、爆料的非常的多啊，内容好像非常的丰富呢，很 juicy 啊，就是什么邱佩玲又办什么募款大将啦，然后USB 里面呢有超过300笔的政治现金 ，USB 里面呢还有一个富可敌国的超级大咖。可是我们从检方这边所透露出来的就是真实的掌握的资讯，确实非常的干涸啊。可是相对之下呢，我们在这个超司案的期间，我想民众呢再怎么样健忘，都应该不会忘记，在那段时间我们吃下了多少的烂蛋坏蛋，摆明着这个国家的公帑呢，就像是不要钱的一样啊，就像是水一样的这样子流去，而且这个非常的严重，是牵涉到我们的整个的行政体制，上自农业部到畜产会，在政府的采购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藏污纳垢的事情放在这个里面？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不但是大法官会议呢做成立法院不可以成立调查小组，这个是违宪。我们看到检方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动作呢，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检方要好好的考虑哈，因为这些的案子呢，赔上了我们的司法公信力，真的值得吗？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好，这个柯文哲呢，有关于他会不会被延押啊？台北地方法院呢，在10月31号呢会开延押庭。黄国昌他说，对于结果呢不乐观哈，因为呢跟羁押庭的法官呢是同一个人，他就说呢他一定被延押。黄国昌讲的呢是非常的悲从中来了哈。他说呢，柯文哲曾经说过，柯文哲自己可以被牺牲啊，但是民众党呢不能够被牺牲啊。馆长还有陈佩琪以及柯文哲的妹妹呢，都出席了这场声援大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不是说罪证确凿，违背法令，给他20%的奖励容积是违法的。那既然罪证确凿，请问为什么要继续押？黄国昌透露，25号收到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的简讯，一边讲陈佩琪在台下听了频频拭泪，不断质疑为什么要继续羁押。他们说柯文哲收受贪污，违背职务，该收的都给你收了，什么都没有收到。结果现在的搞法是什么？押人取供。民众党搭上万圣节办活动，怒呛赖政府搞什么鬼，邀请支持者上街声援柯文哲，现场还摆出各种道具、演行动剧、讲鬼故事，讽刺赖政府各种荒谬作为。我觉得赖清德啊，是一位相当可怕，如果今天要讲的话，他是相当可怕的魔鬼啊！出来的那几天，他跟我说，柯文哲可以被牺牲，台湾民众党不能被牺牲。我告诉主席的事情是，我们大家都不许你被牺牲。民众党立委全到场，党公职上台呼喊，小草们也戴上柯文哲面具，全力相挺。这个香龙怎么看？这个延押是成定局了哈，但是民众党的这一波一波的操作，可以让柯文哲从底部反弹，让民众党从底部反弹吗？柯文哲压越久，我觉得民众党越团结，气势就会越强。
毕竟它里面存在着很强的悲情的调子，因为这个案子对检察官来讲，检察官动用的侦查手段是非常强的，一个一个压，只要沾得上边的，几乎通通压了。这种就压人取供的方式，当我对台湾现在的司法的这种气氛，我深不以为然。这个呢，完完全全背离了我们在过去司法改革当中的信条，就是许多你认为不需要压的太多压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交代，然后就严压了。你知道一个扣一个，好像都可以压，连前任的市长，连在野党主席，到现在为止压了快2个月都没有交代，没有任何让人家觉得你压的有道理。好像就只是为了办案，把压当作是办案的手段，这是检察官非常不应该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你一个个压，我如果是橘子，我也不回来，因为只要沾得上边的都已经压了，我回来我被压的比例非常高啊，风险太大。后来说不是我有没有卷到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发展到现在为止。压进去的人我不知道，但在外面的人大概呢看也晓得，就是沾得上边的，是基于办案的需要就一定压，没有人喜欢莫名其妙被压的了，何况是个小孩子。我说，如果你真的是希望橘子回来，你就不应该这种办案的方式，这种办案的方式似乎是在暗示橘子不要回来。有的时候要办一些政治性的案件啊，刻意的呢不想让案子能够很快的有结果，那也是一种侦办的方式。我其实是怀疑，就你到底想不想让橘子回来？想让橘子回来，就不应该这种办案的方式。这种办案的方式，橘子绝对不敢回来。好，但不管怎么说，当你用了这么强的一种的手段在办案的时候，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检察官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一定是重刑起诉。已经办到压了一狗票的人，同时呢，现在呢都已经呢第2阶段的严压都已经开始了。你认为检察官有什么脸？我不相信有这种检察官会执行这么强的侦查手段呢，最后用一个很轻的罪名，或者是呢或者是呢直接呢就不起诉，不可能，最后一定是重刑起诉。好吧，这个案子因为呢，检方本身大家在看的只是你检方在侦办的时候的手段的问题，但这个案子的属性真的只有呢司法呢可以去处理。可是我们前面讲的超私就不是，不管是超私，不管是疫苗这些的案子，它之所以办到现在哩哩浪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国会的调查权被剥夺了。这个案子像超私的案子，只有国会可以办。国会的调查权，如果真的在的话，国会的调查权，这3个人叫过来之后呢，文件调一调之后，就不需要呢检察官虚应故事，3个人2个小时，扣除掉呢来回的串场，一个人大概分不到半小时而已，我就不相信你在里面问了什么，喝一杯咖啡差不多吧。换句话说，超私的这个案子，它反映的就刚好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就国会没有调查权这种案子，你永远不会有结果，因为你要检察官去要求行政机关几个部会把所有相关的公文，甚至重要的人呢叫到你面前，很老实的而且呢不可以呢对国会说谎，而且呢不可以呢对国会呢藐视，没有这些权柄的时候，法官是没有能力办这种案子的，都不用装。检察官呢传唤呢也没有用，这虚应故事而已，它就是调查权的问题。我不知道民众对于呢这种国会的调查权的行使的重要性了解多少。如果你真的在乎的是行政部门的官员们呢有没有恶搞，像是呢超私的这种，但这几个案子，不管是超私，不管是疫苗，不管是口罩，不管是快筛，最后都造成大规模的浪费。同时呢，整个的过程呢当中呢，你都会发现呢，用这种非常急就章的方式，变相的图利特定对象，好满足很表面的呢行政上面的需要。有一些突发的紧急事件了，大家呢能理解。可是到这种的情况的时候，它已经是很明显的行政为师，法院是没有能力办这种的案子的。好，那回过去，我们刚刚讲就是说，那国会的调查权被剥夺了，大法官。这一任的大法官，他有个根本的问题，你们没有一个是有政治的正当性的，因为你们全部都是在同一个
同一个总统的任内的任命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美国的大法官呢，再怎么失衡，6-3呢？现在的大法官全部都是同一个总统任命，而且都是在呢一党独大，国会全都是民进党提，全都是民进党同意的。这种的大法官有政治上存在的价值吗？你有资格去审查这么高度的政治性的案件吗？每个大法官呢，对于呢一次的这样子一个国会改革法案的看法，竟然呢全部呢几乎都一致。这个大法官，除了我过去开玩笑讲说，我没看过大法官，只看过大法师而已。我们的这些的大法师在处理这些案子的时候，真是让人家看不起啊！今天的民进党，你不可能期待说呢，他对于体制的完整性跟合理性抱持一个正向的态度。只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我觉得老百姓看这事情的时候，你应该看准了。一个法西斯的政党对国会绝对是有敌意的。没有一个法西斯的政党呢，对国会呢会抱持的宽容跟善意。法西斯政党是什么？纳粹在他崛起的过程，第一个就是放把火把国会烧了，让你国会再也不用选。接下去呢，他的行政强势呢就很好办了。你要认识到，今天的民进党是一个标准的法西斯政党，一个法西斯政党去跟他谈国会改革，去跟他谈尊重国会是不可能的。哪怕不要说今天40%，就算他只有35%，他也会这样做。所以接下去呢，就看在野党，你即使今天国会改革的案子被拒绝了，不表示你今天在国会里面就必须要低声下气的。对于行政权，同时呢，要好像无保留的接受呢司法院对于这个案子的裁定，司法权在行使有关于国会改革的释宪案的时候，它的正当性是有问题的。这个正当性要去强烈的质疑它，必须采取一个立法院呢跟司法权，立法权跟司法权对抗的态度。当立法权跟司法权有冲突的时候，立法权要高于一切，这才是民主的真谛。湘龙讲的没有错了哈，就是不管是超私案或者是疫苗案，它牵涉到的是体制的问题啊。这里面呢有没有滥权违法啊？然后有没有掏空国库啊？有没有图利个别厂商跟私人的这个问题？柯文哲的案子，金华城的部分是明确的哈，就是说假设他真的是有图利的话呢，那这当然是对于公共建设啊，是公务人员这个图利那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在政治现金的部分，他今天收很多企业家多少钱啊？多少钱？这是他人设崩坏的问题哈，跟这个整体的这个国家官箴啊，跟贪赃枉法这是两回事啊。这思刚怎么看？是没错啦，就是现在我们在看那么多金华城的案子啊，那特别在有关于金华城的20%。到底现在要怎么处理？现在变成台北市政府一个烫手山芋。第一个，你如果不处理，拖到最后的3审定谳的话，那个会很长一段时间，可能5-6年不止啊，5-6年不止。但是它这个一直在改，一直在改。那如果超过了20%，那是要日后吐回来，用这个价金呢吐回来，还是现在就勒令它一直停工？所以也面临到两难哦。所以蒋万安跟这个李四川对于这个后续的事情，我觉得也要先预设先预设到台北市政府的行政的措施是什么。这倒不是说是不是站在什么柯文哲，会不会支援，是不是支持柯文哲或黑柯文哲，这不管。因为对于蒋万安来说，市政府来说是一个必须要做处理的第三者。那很多都希望说，金华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开发商士鼎，他自己呢就去把这20%呢就主动的重新去更改设计，就回到他原本的500多的那个容积，562容积啊，把这20%拿掉。但他现在还没有得到他的一些回应哦。那你不得到回应，台北市政府就势必比较拿出一些强硬的方法，让他暂时去做停工。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个案子，我觉得对于后续的一些行政效应啊，甚至蒋万安可能在某些程度上面去背负执行，甚至一些政治的后坐力。那这样再回来，那柯文哲大家就想，你赶快拿出一枪毙命的东西吧。就是你如果站在不管是其他的这个检调也好，或是这个关键民众也好，那你如果一直拿不出来，每天就是放说他跟谁都捐了他钱，那这个捐了他钱，那你跟金华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不知道，除非说我就卖了金华城的这个容积，然后所以这些人给我钱，你才有彼此的对价关系。否则的话，你一直在旁边的周边的间一直打转，那你把这个柯文哲和相关人等去继续收押的话，你又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大家觉得这事情会越来越不耐烦。
也就是为什么每个礼拜二啊，在相关的点阅率上面，它点阅率是往下走，点阅率跟讨论度是往下的因为没有新东西嘛，然后出来的东西也没有说就证明说柯文哲确实在里面没有一枪毙命嘛，没有拿出个直接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事情上面，如果检调真有点真本事的话。也不要再拖，也不要把每个礼拜二呢，把一些讯息给相关的媒体，然后变成未来1周讨论的焦点。是在这次有关于侦办柯文哲的案子部分啊，这个所谓的侦查不公开呢，现在变成一个笑话了啊。定期的，就像刚才思刚讲的，每个礼拜二都会有一些剧情啊，不管是巨力万金，还是说其实只是在炒冷饭啊，无论如何，泄密的情况呢非常非常的严重。检察总长呢邢泰钊呢，他说这个是很不应该的，好，然后呢，会成立侦查不公开检讨小组会议，而且呢，他呼吁国人哈，如果发现呢确有违反侦查不公开的具体不法事证，欢迎提供资料检举，检察机关一定会做好身份保密，并且依法严办。邢泰钊检察总长呢，一定是觉得呢，我们大家的记忆力呢都非常的不好哈，所以呢，他今天讲这番话之后，我们就觉得哇，太棒太棒了！检察总长呢，终于呢，就是站出来讲一个公道话，不开玩笑了。他当台北地检署检察长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查马英九的这个3中案。这个也是定期的定期固定向特定媒体爆料有关于3中案的细节内容。这个邢泰钊呢就自己成立了调查小组，结论是什么？查无不法，就签结了。今天这一招是不是跟过去一样呢？讲得很大声，但是结果呢还是一样，查无不法就签结了。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赖清德总统呢，身为民进党的党主席啊，他曾经呢，就非常的严肃的来告诫呢所有的民进党呢有心呢要角逐2026选举的这些战将们呢，大家呢稍安勿躁啊，先不要谈选举。但是呢，他的嫡系的子弟兵呢，立委林俊宪。就在周末的时候呢，在新营太子宫呢办了一场非常大型的西北宗教后援会的成立大会，摆明了他就是要来挑战台南市市长，而且呢，我们总统还送了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台上公开拉票，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跨区到台南新营赖慧园选区成立宗教后援会，席开近500桌，破5000名支持者都来了。信赖连线，林俊宪。传授战旗，动算声不歇。台南市长黄伟哲、正副议长以及20位议员都出席，大大展现陆战实力。总统也特别赠送花圈祝贺，即使人没到场，不忘把地方亲信、荣誉会长赖美惠及资源传承给林俊宪。不过日前赖主席才下令暂时不谈2026选举。我根本就还没有开始竞选活动，这只是一个热身了大家都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林俊宪说，活动是热身，不是起跑。有的人选择不听赖主席的话，或者有人认为自己有特权可以不听赖主席的话，做国会议员就把立法委员做好。2026台南市长一局有没有听主席军令？嫡系子弟兵若此例绿灯一开，初选未到，党内竞争先白热化。这俊宪委员的热身呢，要热很久哦。然后呢，他也打出来了啦，就是主打这个信赖连线啊，其实是没什么遮掩了啊。除了我们刚才看到，也是有意要去参选台南市长的王定宇委员呢，就说，哎，你当国会议员啊，你就先把这个国会议员做好之外啊，廷飞委员呢也说，哎，有人呢踩了赖清德的红线了哈，哎。您这个身处其中，感受如何？不会啦，其实我觉得
赖总统、赖主席会在中常会，甚至在派系的便当会当中三声五令说，现在不要谈2026，因为大家知道说，现在国内外的情势，我们刚刚都已经有谈了嘛，美国也好，日本也好，现在国际的情势其实是有动荡，而且是不稳定的状态。然后再加上我们国内其实在国会当中的一个3党不过半的一个状态，目前都还在磨合讨论，光一个总预算就已经吵翻天了哈。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为什么主席会这样的一个3声5令？而且因为我是中常委，我很清楚，在第一次讲好像没人有感觉，好像马上在下个礼拜有人宣布了。第二次他就叫发言人你要对外讲，就是不要2026，大家不要再讲了哈。所以再加上便当会，他也这么说，大家放心，2026，大家不要再谈2026，我一定就是会尊重这个所谓的游戏规则，不会没收出险，所以大家都不用再谈了。所以我相信，赖主席态度是很清楚的。那你说一个花圈，这个花圈到底是谁做的也不知道，这个随便要插也都可以了，所以我都不会觉得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那你说信赖连线，我们都非常信赖，我们的看板也都是非常信赖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主席曾经就是在这个中常委讲，现在大家就是台湾派民主系，没有任何派系，而且过去总统蔡英文、主席蔡英文，大家就是英系。现在总统是赖清德，现在是赖主席，大家都赖系。我觉得现阶段真的不要分化那因为有些人为了要选举，可能急了，那他会去做一些让这个主席不好做事的一些动作，然后所以我们才会提醒说，有时候可能是忘了，或是没有注意，然后踩了红线，还是要随时提醒一下。好，他那个林俊宪应该讲说，我运动能力比较不好啦，所以热身要早一点啦。就说有这么急吗？这个永平也很了解民进党的内部的派系生态啊。林俊宪急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着急着？现在才10月啊！因为陈亭妃太强了啊！对，就是这样。说真的，怪你不好。说真的，今天因为亭妃在这里，我实在有点不好畅所欲言呐。但是我一方面对他很钦佩啊，我觉得他这个屹立不摇，然后真的在地方上也很有人缘声望。因为我也实际去台南呢，也有听大家在讲嘛，大家都说。那个林俊宪输陈亭妃很多啊，问题是你在民进党的政治现实上，就是谁得主子欢心比较重要啊，对不对？因为他有100种方法。就算他不没收初选啊，我是不晓得亭妃会不会觉得很紧张。我的了解就是说，主席已经对外不是因为你们到时候做民调，你们还是地方党部要主导吗？没有不会吗？全部由中央，但是由中央好吧？这个你对都有游戏规则了。因为第一届赖清德市长，第3届黄伟哲市长，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新的局势嘛，所以整个过程不管怎样，你还是表达对民进党那个党务公正处理的信心啦。那我们也祝福你。但不管怎么样啊，第一个我觉得林俊宪的动作呢，他非做不可，因为很现实的，就是说他现在起跑呢已经慢陈亭妃很多了，这是明确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不管是赖本人，还是赖旁边的人，还是跟林俊宪和赖清德亲近的人，都一直想要用擦边球，以赖清德呢来提高他的声势，来碾压陈亭妃啊。我觉得这个是明确的。那这个明确的情况下，小动作就会很多。那通常呢，遇到被这样压迫的人呢，其实政治人物就有很多种模式啊。有的人就采取冲突对撞模式，就是你这样子呢，我就把你骂得很难听啊，甚至去检举啦，去那个中央党部很多机构啊，去讨公道什么的啦啊。那另外也有像陈亭妃现在采取的大度量模式，就是笑的啦啊，然后在那边呢，就是说，哎呀，那个花圈到底是谁做的也不一定知道啦，或者如何，他就是赌说。
就算是赖清德办公室本人或者他授意发的，也不好意思站出来说没有，是我亲自发的，那他不是打脸自己吗？哈，所以我的意思说。政治人物他会采取不同种模式，那不同种模式呢，会得到不同种的民意的支撑啊，跟声望。所以呢，我在这边还是要祝福陈亭妃加油。不过这个从林俊宪委员的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他们的战斗力非常的强哈，而且呢，为了自己的胜选。公然的跟中央的政策呢唱反调呢，其实他也无所谓哈。像比如说这个林俊宪呢跟郭国文呢，他们就反对这个久违的燃气电厂在这树谷园区案哈，然后把台电啊什么都骂下去了哈，就说你没通过环评也没什么的哈，你怎么可以让他这边设吗？怎么可以让他在那边设呢？哎，大家不要忘了，台电的董事长这个曾文生是他们新潮流派系的，都自己人呢，好，可是为了这个选票无所谓，我只要有票就好，我觉得我整体讲一下哈，我这个看法跟永平一样。其实我真的觉得亭妃很优秀，但是好整个过程当中也相当的委屈。但是刚才他说了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他说啊那个花圈不晓得是谁送的哦。我觉得真的如果我只讲了这话就直接讲白，如果真是林俊宪自己送，他也太为难他们总统主席了吧？明明就说要公平嘛，然后不介入嘛。可是如果他也假设是他去送了这个花圈，我觉得好像似乎也不太好。不过总是民进党的这个家务事了哦。但是刚刚亭妃说民进党内我们现在没有派系，我想这个讲给谁听，大家都不太相信了哈。那在这个我觉得送花圈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小事，但重点是，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赖清德也好，其实民进党高层也好哦，我觉得常常我们看到，不只是这次他们初选的状况，是有很多的时候啊，他们的承诺其实都是不算数的，说好的原则永远都会去打破的。如果他想要做的事情没有他做不到，但他如果不想做或不想查的事情，类似我们刚刚所说的像这个超斯拉他不想查的事情就是像这样子。那不论是我们赔尽了多少全民的健康，我们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他今天不查就是不查，他可以在列为他自案的这个被告之后，这个1年多的时间也不闻不问也许其实该串供开灭证的2个小时笑嘻嘻走出来了。那我觉得其实目前看起来，其实民进党做事情就是对他有利的，那他做；对他没利的，其实你再怎么去要求他都没有用，他直接就是没收掉你所有的权利那讲到这个刚刚这个9位那当然这是台南的事情啦。那台南这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事情一波接一波，我们都还来不及关注到很深，就有一个新的案又出来了。但是我们要看到，终究是回归到看这个能源政策。其实如果不是一个能源政策的错误，其实不会导致后面这么多的弊案出来那这个9位到底可以设或者不可以设，那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必须要讲是说，如果是在总统的故乡台南，那我们对于电厂的设立，我们有更严格的标准，或者我们就是禁止它怎么去设它，去会扰民啦，或者是做一些污染啊等等。那我要讲我们其实其他的县市有很多现在也在盖电厂嘛像以我们桃园来说，可能大潭电厂现在在增建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跳出来说，那我也不要设，就是只要有人抗议，那我们就不要设，还是说这个标准只有在总统的故乡可以这样做？我觉得没有一套的标准。那当他没有标准，而政策又是错误的时候，就会衍生出一个又一个的弊案。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看到这个民进党他们自打嘴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我们的政府呢，就是告诉我们不缺电，可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呢，却讲了个大白话、大实话。他说要电厂盖好，南科才会不缺电。事实上台南呢是用电不足的。然后谢龙介也说呢，又为了选2026的台南市长，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很多现在这些人。反对新建光电的也有，反对火力发电的也有，这真是让人不知道这京戏是何戏。好，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少子化带来的国安危机是越来越感觉到非常的迫切我们呢在2028年的时候呢，会面对到就是我们的外来的移工呢会破
万的大关哈，因为呢，我们不但呢会面临到退休潮，同时也会面临到少子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青年的劳动力不足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啊，有378万的人，未来9年内会有这些人要退休，然后呢，有3K 产业就是危险、辛苦、肮脏啊、缺工的情况呢会越来越严重。从15岁到29岁的青年劳动力，在近10年来，它已经减少了16万人啊，而且很严重的地方呢，在于是说，有一些的你看起来是蛮辛苦的工作，但是他给了很高的这个薪水啊，像炸鸡店啊，有炸鸡店呢可以开到说6万还是没有人要来做，哈，就吹波浪啦，都是波浪被走了哈，然后现在呢也像开这个客运的驾大客车，这真的非常的辛苦啊，找不到人，是非常的辛苦，是找不到人，然后就说要引进这个外籍工。我们的客运驾驶要去当要由外籍劳工来做，他的门槛还蛮高的嘛，不是吗？他要通过认得吧？对，语言要通。对，而且你要当这个职业客车的驾驶，你之前的时候要有相关的这个执照，要求应该还蛮严的嘛。来思刚，年轻劳动力缺乏，这很大的问题。这个大客车引进外籍劳工，这个已经讨论很久了，而且很多客车业者基本上是一个共识哦。他甚至说，我可以在他原本的原驻地里面先开始进行训练，然后再进来台湾的工作。不但所以呢，这个部分会成为一个很多县市政府必须去面对的压力。因为现在真的找不到人，一个客车如果正常这样开，要偶尔加班，一个月薪接近10万，但找不到人，他宁可去开 Uber，Uber 它的自由度就更高。那所以你看各行各业也是如此啊，还有现在很多的这种保姆现在也缺。特别是保姆也缺，现在保姆也不好找啊。这个抢手的保姆，他都已经预约了，肚子才刚怀孕就开始预约，那所以呢，保姆现在也不好找，所以其实各行各业都呈现缺人的状态啊。所以很多国家现在就往后退休，往后挪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往后挪的条件呢？不知道。我们的这些劳保就在破产边缘，然后往后挪的条件，这些人的这些怎么去算这些未来加保这些情况？我觉得这部分是自己企业跟我们劳动部要去考虑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说，你就算是延后退休，它也还是不能够解决那个3K 的这个问题嘛，哈，那些属于比较劳力的，然后比较脏的那些工作，它还是一样没有人做啊，香龙，根本的问题就是你不管怎么去引进外劳，它没有办法解决你低生育率的问题，你终究是个低生育率的问题。那低生育率的问题一直都这么低，那你要引进多少？将来大部分的劳动力短缺是不是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那看看其他国家呢是怎么做的？譬如说，最近有人在讨论，就是说，如果你只生一个孩子，这孩子呢是不能够继承全部遗产的，就是遗产的收一半；生2个可以，一人分一半。但是如果没有生孩子，那这些的遗产的这种处分权，就是国家是不是有机会介入？我举例了，这不生孩子惩罚你是吧？对，生太少惩罚你。就是我举，就是说你真的得要想想看，就是说这种的持续的不生孩子，它在每个领域都造成问题。最简单的教育体系里面，现在呢就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现在要开放，台湾现在是用政府呢变相补贴呢我们的教育部门，让大量的东南亚的孩子来台湾念书。同样的，也大量的花钱补贴我们的一些的旅行社，让东南亚的朋友免费来台湾玩。到处呢都是东南亚的朋友，他们当然很乐意啊。但是呢，其实都是我们花钱去撑场面，但你要搞到什么时候？就是基本上面呢，该面对就是那个生育率呢始终这么低，但是呢，你对外来的移民又非常的排斥，对呢两岸的交流婚配，你又采取阻挡的方式，你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大家都是拖一天过一天而已。但是回过头，因为刚刚大家在谈台南选举，台南当然我觉得那是很台南式的事情，可是。这一次的选举，不要光只是看陈亭妃跟林俊宪2个人在的厮杀，因为这一次的选举，我认为民进党团结都不一定赢，分裂的时候呢，那我觉得胜算都不高，所以
眼前呢，民进党的内斗内讧，对民进党对赖清德来讲，尤其这是赖清德的地盘，他绝对会非常焦虑。对啊，不过就是因为台南啦哈，台南比较特别，没有厮杀，没有厮杀，没有厮杀。刚刚在谈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是劳动部有一个最新的统计，他说我们15岁到29岁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劳动人口，最近这10年已经少了16万哦，少16，这已经很严重。结果现在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退休人未来9年378，你看进来人太少，要退休人太多，这个人口是这种劳动力会不只是现在缺了，你未来会更缺。所以政府要多点时间，多去拼经济，就会解决这个人口的问题，不是让一天到晚都是在政治。可是现在严重是什么？所谓五缺什么时候出现的？赖清德当行政院长时候就讲五缺了嘞。五缺现在不止没有解决问题，还越来越严重，这才是严重问题。那人民更问，不是只有五缺，现在人民还在抗议什么？有没有缺德？缺正义跟缺真相啊！我们刚才讲台南的这个选举，为什么现在民进党连团结都不一定会赢？你看一个国民党的人谢龙介出来，你民调为什么他就会领先？你刚刚讲了，你对超私案那么多的人民有期待，大家知道吗？我们去年跟前年光是进口那个进口蛋，知道吗？花了我们人民的纳税钱，从买蛋到后来销毁的，花了10亿。结果去年跟前年你在买蛋的时候，你还是买不到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为什么会出现刚刚已经讲了，会吃到臭蛋？最新的调查的结果是，为什么吃到臭蛋？真相终于大白了，他们从超市进来的蛋，连验收都没有。第一个，他负责去，一通没有合约哦，一通电话，然后蛋进来，从运输的钱帮你出，连仓储的钱都帮你出。更离谱的是什么？不止人民纳税钱那么多，他连仓储帮你出，鸡蛋进来就进了这个仓储，连验收都没有验收。这个蛋进来的时候是好的坏的都不知道，然后再卖出来给我们吃，就出现刚才已经讲的，我们终于知道去年为什么会吃到坏蛋。结果现在真相有清楚吗？刚刚提问在讲说，现在这个司法体系是怎么样？那边懵啊！你刚问的那些问题，包括一个50万的超市，为什么可以做生意好几亿？刚刚提了，他在去年的巴西蛋就赚了3800万的这个手续费，更离谱什么？前年的日本蛋他进的更少，光是日本蛋又赚了1亿多。那谁可以做这个决策？第二个可以谁做决策？没有，只有一个赖哦，没有合约，他可以让他进那么多，然后没有验收，让我们吃到坏蛋。这谁可以做决策？这没有农业部长，没有中央畜产会的董事长有办法做决策吗？结果你今天3个人传进去的2个多小时，把它放回去，这人民会服吗？我觉得这个也是冲击到你们县市长的选举，不是只有在台南，大家等着看，人民手上都有一张神圣的选票，民进党再不改过，我们2026年又